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副掌门终于上人笑道：来人，去将玄雅喊来吧。当下就有一名真仙执事领命，转身快步出了渡仙殿，朝着破天峰另一侧而去。敖乙略微回忆了一下，那日与我切磋的应该并非是这位名为玄雅的弟子，我隐隐听人喊他做长寿。长寿？这是哪峰上的弟子？一时间，渡仙门几位常年闭关的天仙长老掐指推算，面露疑惑。另外几位长老倒是知道此事，一个个笑而不语。九无见状，心中念头急转，感情这龙宫太子投奔了截教，今天是找长寿师侄报仇来了。长寿如今应当只是反虚8阶的真实修为，比这个敖乙弱了不少啊。龙族神通又颇为厉害，小琼峰背后本就没人，我若不替小长寿解释一两句，怕小长寿会被这小龙坑一把。念及于此，九无立刻站了出来，做道揖：长寿乃小琼峰弟子，奇缘师弟大弟子。上次东海荡妖大会是我举荐他一同前往，但我听九师妹说起过，那次切磋应是敖乙太子赢了才对啊。长寿师侄错失一招，出了当时定下的边界。在座一群渡仙门长老以及那几位金鳌岛的炼器士又齐齐看向敖乙。敖乙沉吟几声，少年面容满是灰暗。不，是我输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我输了。我被这位长寿道友的符法所伤，休养月余，而长寿道友并未受伤。当时应当只是故意让了我半招，免得龙宫颜面无法招架。今日我来此，就是想找长寿道友了却这般因果，当面道一声谢。这番话说的却是颇为走心。一位渡仙门的长老笑道：九无啊，去把长寿喊来吧。是。九无低声应了一声，也是连忙转身，驾云赶往小琼峰的方向。在云上，九无已经想了诸多的应对之法。门内各位长老肯定不想看本门弟子输一场。那敖乙自封修为，若是自封到长寿师侄伪装出来的反虚境4阶，随后切磋起来，长寿师侄的修为暴露在双方天仙中，那岂不是会让渡仙门名声扫地？必须要劝长寿师侄放弃伪装，且在稍后的斗法中要全力去拼这一场。九无打定主意，在怀中掏出几样仙宝，稍后直接塞给李长寿，让他路上祭奠。然而让九无没想到的是，他扑了个空。九屋仙石扫过，湖边草屋只有小灵娥在屋内打坐修行，丹房周围的林中灵气流转，看似是风平浪静，但是其中的凶险他深知啊。九屋不敢入阵，飘到丹房上空，运转仙力，奋力大喊：长寿！长寿！丹房中，李长寿躺在摇椅上小憩，然而真正的本体却躲在地下密室中，在角落中闭目凝神。他的心神注意力又远在2万里之外的指道人身上，只要有人闯入外围大阵，他手中的玉牌便会发出震动，从而让李长寿醒转过来。这也是指道人此时的重大缺陷之一。离开仙石范围之后，心神需要完全寄托在对方的身上。九屋喊了2声，喊不到人，急得他满头大汗，在空中团团乱转。灵娥从草屋中探了个头，想起了此前师兄的嘱咐，连忙招呼一声：九屋师伯，我师兄必死关啦！闻言，九屋在云上一阵跺脚：哎呦喂，这个时候闭什么死关呢？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灵儿不明所以，刚要继续喊话，九乌却驾云匆匆离去了。必死关就是炼气师为了突破瓶颈，选择心无旁骛闭关，不突破不出关。遇到李长寿必死关，这虽是不巧，却也能够回去解释一下。但是九乌身为渡仙门的执事，不由多想了些许。直接说长寿必死关，未免会让人觉得他避而不战。而且一个反虚境弟子没事必死关做甚，必然会让长寿饿了几位门内好面皮的长老。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偏偏咱们又有那誓言约束，不能说关于长寿的任何秘密。哎，小琼峰丹房外的连环阵是长寿设计，是我小师妹出手布置，这勉强算是长寿的阵法本领的体现。九呼眼前一亮，心底已是有了主意。驾云回到渡仙殿，见九乌独身回返，门内几位长老面色顿时有些不好看了。原本相谈甚欢的大殿也迅速安静。九乌，这是怎么回事？鹤发寿颜的众羽上人淡然道：那弟子为何没有过来？回禀副掌门，今日不巧啊，长寿师侄以必死关突破境界，我不敢打扰，怕让他参悟的紧要关头走了岔路。众羽上人闻言抚须轻笑，看着截教几位天仙叹道：几位还请见谅，我渡仙门弟子长寿近来努力修行，闭了死关，不如就请这位敖乙太子任选一名我门内弟子切磋，如何呀？一旁刚来不久的有情玄雅身着红裙，背着大剑向前迈出半步。他刚要站出来直接迎战敖乙，却被刺霞师傅暗中拉了一下。随有情玄雅一同过来的江青山皱着眉看了眼敖乙腰间悬挂的那把长剑。江青山感受到了灵宝的波动，敖乙又站了出来，沉吟几声，面色有些犹豫。来渡仙门找当年那个家伙切磋一场，是他想了许久才定下的计划，而且话已经说出去了，他也对几位师兄说了，心底因此事而存了阴影魔障。随便换一人，决然不可。我的计划不能就此被扰乱。他必死关大概要多久啊？敖乙低声问。待几位师兄论道讲道结束后，我就在山门之外等他突破便是。在场这群老道以及中年道者顿时为敖乙的坚持而动容。九乌暗中观察，眼见一位长老就要开口，开口必然是让自己想办法喊醒李长寿。这位矮道人抢先出声，向前迈出2步。禀副门主，各位长老，各位前辈，长寿师侄虽闭关，但他一身本领其实不在符法，而是在阵法上。心底思忖着如何避开自己当日立下的誓言。九乌缓声介绍了由李长寿设计99施工打造的小琼峰阵法群，提出了一个切磋的方案。哎呀，长寿啊，师伯只能帮你到这里啦。片刻之后，小琼峰上飞来了一片云。渡仙门2位天仙境的长老陪同金鳌岛元泽老道与那2位少女一同在云上远观。汉芷注视着敖乙的背影，关切地问了句：小师叔善破阵吗？无妨。元泽老道大手一挥：此地阵法看起来并不算玄妙，岂能困住敖乙师弟？汉芷禁不住一手扶额，旁边那名少女的目光中也满是忧虑。下方九乌引着敖乙缓缓落入了小琼峰丹房大阵之外。九乌对着敖乙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与敖乙一同迈步入阵内。也就在这一瞬，正在临海镇闲逛的纸道人立刻转身去了就近的客栈，
租了一个带各类阵法的房间，又自己布置了几重阵法，让指导人在此端坐，如同修行一般。指导人握着几只瓷瓶闭目，李长寿的心神瞬间被拉回本体。谁在闯阵？仙石轻轻一扫，李长寿额头挂满了黑线。这什么情况？而心神回来前耽误了一阵，此时的敖乙已经是双眼发昏，与九无一起看到了那只木牌。木牌上赫然写着迷路了。李长寿现在就很费解，为什么会突然有3名天仙境的老道在小琼峰的头顶？其中2位是门内长老，一位不认识，但此前在临海镇入口见过，气息有些相熟。又为什么这敖乙和九巫会在外围迷阵之中打转？前面一个龙角少年，后面飘着一个矮道人，前者着急地走，后者阴恻恻地笑，还一同按照木牌的指点朝着弄好的会客小间而去。话说这俩到底怎么凑一块的？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让你们一路走来变成了俩坑神。这到底是什么鬼啊？又是九无师伯安排的？没道理啊！我这几年跟九无师伯交情越来越深，大道誓言的效果也是在的。主峰方向还有许多天仙境仙人的气息，都聚集在了平日里不开启的主殿中。李长寿很快反应了过来，我在临海镇偶遇了截教一行人，听了他们的几句谈话，似乎是在找仙门讲道论道，切磋道行。万万没想到截教一行就是找渡仙门论道。敖乙跟渡仙门也算是有少许的恩怨，毕竟敖乙是东海龙宫2太子，而东海龙宫最近几年呢，跟东神州众仙门的关系略显紧张。难道这次小龙想要挑起人截两教的矛盾？不应该啊，敖乙看着没这么蠢。真这么干，龙族转眼就被截教教主一剑给挑翻了。哼，虽然这个小龙确实是有点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家人妹喝多了，伤到龙脑了。李长寿的心底一阵思量，最初完全被这个局势给搞懵了，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此时他能够隐隐感觉到，整个渡仙门的目光都放在了小琼峰上，那一道道仙石灵石都在盯着丹房的周围。渡仙门弟子中，我表现出的修为就是在中上优秀才对，应该不会是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事有后果，必有前因。我渡劫前与敖乙遭遇了一次，这也是偶然性事件。我确定这个敖乙没有认出我来，当时全程出场的都是同一张面孔的冷面老道，气息体味也都是模拟过的。那八成就是东海荡妖大会之上的切磋之事了。这条小龙上次没能故意输在我手里，心里不痛快，念头不通达，隔了这么多年不远万里，非要来白给一次。唉，这一龙一女可是永远都搞不明白他们的脑回路了。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李长寿观察了眼丹房中的纸人化身，看到纸人化身身上带着的3只侧杆石只是轻轻闪烁，明显是自己的仙石引起的。略作犹豫，化作一缕青烟摸回丹房。丹房中，李长寿瞬间消失，又立刻出现。他一步跨去丹炉后的蒲团，入座闭目凝思，先按照自己此前叮嘱小师妹的那样，装作专心悟道。李长寿思忖，自己如果闭死关突破瓶颈，理应有所突破，于是
暗中调整了一下归西平气诀。表层伪装反虚境5阶，内层伪装反虚境9阶，深层伪装元仙境。做完这些之后，李长寿又开始疯狂地自查自省，总算确定小琼峰之上没有任何可能暴露自己底牌的细节。灵儿此时也乖巧地躲在他的草屋中，假装在休息。这次这师妹表现的倒是不错，后面表扬一下。李长寿自知自己现在只能够假装必死关悟道，等门内高手喊醒，又或者是被阵法中的动静惊动。后面的事只能够以退为进，找机会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大阵中，循着木牌的指引，一步步到了那露天茶室。敖乙和九湖也是禁不住相互对视一眼。此时这敖乙还是那12、13岁的少年身形，算上犄角高有6尺，比九湖高了一个头。他读完木牌上所写，扭头看向周遭，目光中满是不解。九湖笑道：敖乙太子，很明显这里又是岔路。敖乙皱眉，这些基础阵势我接近寻到了生路，为何走不出此地？此乃连环阵，为长寿师侄所创。上一处的生路之后，便是下一处的阵势。想破解此阵，必须有高明的阵道造诣。敖乙太子，别勉强啊！哼，我倒不信了，今日还能被此地困住不成？言罢，他在怀中取出了一只冰蓝色宝珠，这宝珠轻轻闪烁光亮，大阵之内的灵力流动瞬间被阻断。敖乙淡然一笑，转身走向来路，很快就发现了新的路径。九湖连忙在后面跟着，只是这位矮道人嘴角的笑容也是越发浓郁了。当年他跟九师2口子联手，都被这大阵搞得是晕头转向。今日这阵法明显比当初他们闯阵时还要完善，还要完美。本质上呢，这连环阵就是一些基础阵法凑在一起，但在长寿师侄的精心设计之下，可谓是妙笔生花呀。